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在娛樂圈的光影交織中，關於演員之間曖昧的傳聞從不缺席。可最近討論最熱烈、最引人遐想的，無疑是白鹿與王鶴棣，他們是否越來越甜？是否假戲真做？是否在鏡頭背後悄悄靠近？這些問題像春末未散的暖風，在網絡上吹得越發猛烈。然而，相比於外界的喧囂，更值得被記錄的是他們之間那份悄然生長、細膩的幾乎不易察覺的情感脈絡。第一次劇本圍讀的那天，工作人員回憶說，那間排練室仿佛突然被點亮了。白鹿穿着簡單的白 T， 頭髮隨意扎起，看似毫不起眼，卻清爽明亮的讓人心生好感。他走進來的那一刻，整個空間像被注入新的空氣，輕盈又帶着一點甜味。王鶴棣原本懶洋洋地靠在椅背上，翻着劇本。他不是那種輕易被外貌吸引的人，更不會相信什麼一見鍾情。但當白鹿帶着有點淘氣的笑意輕聲和大家問好時，他的動作頓了一下，像按下暫停鍵。他的聲音清脆，帶着天然的明朗與親和。他看向他的那一下，眼底像藏了一點星光。那一秒，王鶴棣說不上是什麼情緒，只覺得心跳忽然錯亂了一拍。白鹿也察覺到了他的視線，他努力保持職業笑容，可心裡微微泛起一種陌生的悸動，既像心虛，又像興奮，好像有什麼將發生，但他還來不及準備。正式拍攝後，兩人的化學反應比任何人想象的都來得自然。他們的戲份常常一條就過，不需要導演多說一句調整情緒。對白與對白之間總有一些細微的情緒流轉，像不經意的凝視，下意識的靠近，沒寫進劇本的微笑，那種自然的近乎真實的互動，讓旁人看得忍不住懷疑，他們到底是在演戲，還是在表達自己心底最真實的情感。有工作人員私下說，他們兩個戲還沒開始就已經有火花了。也有人半開玩笑，不用我們點燈，他們眼神就能把畫面照亮。雙引號，王鶴棣的細節動作尤其明顯。深夜拍攝，他會悄悄去給白鹿拿熱水。他披着戲服覺得冷，他一句話不說，直接把外套披上去。他偶爾鬧小脾氣，他只是低頭輕笑，像對待一個真正重要的人。而白鹿對他的態度則是嘴硬心軟。他常常會說幹嘛，又想演暖男，可轉身後他會悄悄咬唇，像在努力壓下心裡那陣突如其來的甜意。發生在道具樓梯上的那一幕，是不少劇組人員至今難以忘記的瞬間。那天拍的是一場極其消耗情緒的戲，白鹿從鏡頭走下來的時候，整個人像被抽掉了力氣，安靜地坐在樓梯上，呼吸微亂。王鶴棣第一時間察覺，他沒有說什麼，拿着2杯溫茶走過去，把其中一杯輕輕遞給他。他坐得很近，肩膀微微貼着他，卻自然的仿佛他們本該如此。你今天表現特別好。他的聲音很輕，卻沉穩而溫柔。白鹿耳根瞬間發熱，他本能的想反擊，卻只能低聲嘀咕，少來，我那條台詞忘了。雙引號，王鶴棣搖頭，你讓人有感覺，這比台詞更難。雙引號，這句話像一束暖光落進了他心底最柔軟的角落。他明明很累，卻在他的注視下忽然變得想笑、想哭、想說點什麼，卻又一句也說不出口。那一刻的沉默並不尷尬，像是一場心與心之間無聲的靠近。隨着劇情播出，他們之間的互動迅速成為網絡焦點。粉絲像是突然嗅到甜味的蜜蜂，在評論區炸開了鍋，這不是演的吧？他們太自然了。地鹿是真的吧？求官宣。雙引號。
但甜蜜的討論之外，也伴隨着巨大的壓力。流量明星的每一個眼神，每一次呼吸都可能被放大解讀，而白鹿與王鶴棣之間的火花，更是被無數次剪輯成糖點、細節分析，甚至戀情猜測。記者的問題變得尖銳：你們有在現實中發展嗎？是否假戲真做？有沒有私下單獨相處？雙引號。而在鎂光燈之外，來自公司的壓力更是直接而冰冷。保持距離，不要給外界可利用的素材，任何曖昧都可能引發輿論事故。雙引號。於是，他們不得不開始在大眾面前保持距離。路上原本並肩的腳步變成了刻意打散的步調。慶功宴上原本想要開玩笑的眼神被硬生生忍住。明明習慣了隨口的關心，卻只能裝作漠不關心。但人心越壓抑，越敏感。白鹿每一次轉頭，都不得不克制自己不去尋找王鶴棣的身影。王鶴棣每一次想靠近，都只能生生忍住。越避開，越想靠近；越冷靜，越難掩飾。尤其是在那場發布會上，當記者再度拋出犀利的問題：戲外是否有更深的情感？雙引號。白鹿先是一愣，不知該如何回答。他怕說多，也怕說少，更怕眼底洩露出真實情緒。就在他不知所措時，王鶴棣忽然微傾身，靠近麥克風，嘴角掛着那種張揚又篤定的笑。如果我真的有感覺，你們能怪我嗎？雙引號。現場瞬間沸騰，像火星落入乾柴堆。白鹿驚得瞪大眼睛，急忙用手肘撞他，像在責怪他的魯莽。可他心裡卻被一句話悄悄擊中：不是記者的問題，而是他那句不退縮、不隱瞞的回答。那一刻，他第一次意識到，他不是在開玩笑。他們的關係真正跨越界限的，是拍攝接近尾聲的一個夜晚。那天劇組收工得很晚，風吹得有些涼。白鹿脫下戲服後，只穿了一件薄毛衣，抱着胳膊走出片場。道路旁是靜靜流淌的河水，城市的燈光碎在水面上，如同無數小小的金片在夜色中跳動。王鶴棣本來也準備離開，卻遠遠看到他獨自走着，於是腳步下意識追了上去。冷嗎？他問。白鹿搖頭，但下一秒他輕輕打了個寒戰，實在瞞不住。王鶴棣沒有多說，將自己的外套脫下，輕輕披在他肩上。手停在他的肩上那一刻，他明顯頓了一下，像是不捨，也像是害怕自己的情緒暴露得太明顯。白鹿抬頭時，正好撞上他的目光。城市燈光映在他的眼裡，亮得像藏了星辰。他們站得很近，近到呼吸都能輕輕觸碰，空氣似乎被拉長，近得連心跳都能聽見。王鶴棣輕聲說：“你總是不照顧自己。”雙引號。我話還沒說出口，他的聲音就被風輕輕打散。他仿佛下了很大的決心，小心翼翼地抬起手，觸碰他的臉頰，動作慢得像在等待他推開。但他沒有。如果我現在越界，他的聲音低沉溫柔，卻微微顫抖，你會讓我後悔嗎？雙引號。白鹿沒有回答，只有微微紅着眼看着他。那是一種比願意更深的情緒，一種不需要語言的默許。於是那一吻終於落下，輕輕的，試探的，卻帶着太久被壓抑的情感與渴望。白鹿下意識抓住他的衣襟，像抓住唯一的安穩。王鶴棣的手臂緊緊環住他，仿佛終於找到丟失許久的另一半。那一刻，沒有鏡頭，沒有劇本，只有兩顆心在月光下無聲地靠近。自從那個月夜的吻落下，他們的關係便悄然改變了，不是轟轟烈烈，不是立刻公開，也不是突然熱戀般的熾烈，而是一種細水長流，柔軟的像棉花糖般的存在。他們仍然在鏡頭前保持着專業距離，
仍然在公眾視線中裝作只是同事。可在那些不被記錄、不被放大的縫隙裡，他們的心已經輕輕貼在了一起。白鹿不會輕易表露情緒，但她的一舉一動都比語言更誠實。後台休息室裡，她坐在椅子上閉目養神。王鶴棣走進來時沒有發出任何聲音，怕吵醒她。可白鹿卻像是感應到了似的，睫毛輕輕動了動，下一秒睜開眼，看到是她，她露出一個很小很小的笑，輕得像一片雪，卻溫暖得像春天。你來了。雙引號，短短2個字，卻比任何情話都更親密。而王鶴棣的心也因為他的這一抹笑悄悄軟成一灘。他們學會了在眾目睽睽之下交換秘密，是眼神裡的閃亮，是手指無意碰到時誰也不願先躲開，是並肩走過時腳步下意識保持一致。外人看來只是隊友，是搭檔，是同事，但只有他們自己知道，每一次擦肩而過都是在克制思念，每一次對視都是在悄悄吻對方一次。戀情保密的日子裡，最難的不是躲避外界，而是躲避自己內心的敏感和不安。難免會有流言風波，某些時候網絡上出現關於王鶴棣與其他女演員的緋聞，另一些時候又有人將白鹿與同劇組的男2號亂拉 CP。 這些消息像刺，落在心口，會疼。有一次，白鹿無意間刷到某條炒得火熱的帖子，帖子裡不斷艾特王鶴棣，說他與某位女星互動曖昧，還有所謂的同框分析。白鹿一句話沒說，把手機扣在桌上。他不想承認自己會因此在意，可指尖輕微發緊已經出賣了他。那天拍攝時，他比平時沉靜許多。王鶴棣立刻察覺，他走到他身邊，低聲問：“怎麼了？”雙引號，白鹿搖頭：“沒事。”雙引號，可王鶴棣看着他，認真的不像是隨意詢問，像是要透過他的眼睛找出所有的秘密。最終，他用了最簡單的一句話：“我眼裡只有你，你知道的。”雙引號，這一句像某種堅定的力量，把他心裡那一點點不安徹底化開。白鹿看着他，眼神輕輕顫了顫，最後低聲：“嗯。”雙引號，那一聲嗯，是信任，是依賴，也是一種毫不保留地把心交給他的勇氣。拍攝末期，兩人的關係愈發穩固，越接近殺青，他們越珍惜每一個可以偷的幾分鐘相處的縫隙。有一次，劇組在戶外搭景，風很大，白鹿的長髮被吹得亂飛，她站在角落裡想整理，卻越弄越亂。王鶴棣遠遠看見，不由自主笑了。他走過去，用手幫她輕輕把頭髮理順，動作小心的像在碰一件珍寶。白鹿被他惹得臉微微紅，卻忍不住低聲嘟囔：“你這樣被看到就死定了。”雙引號，王鶴棣卻低笑：“那你把頭抬高一點，我擋住就好。”雙引號，他忍笑，輕輕推了他一下，油嘴滑舌。雙引號，可王鶴棣抓住他的手，不允許他逃開，低聲說：“我對別人可不會這樣。”雙引號，短短一句，卻灼燒了白鹿的心。他們常常在休息間隙分享食物，白鹿喜歡吃甜的，王鶴棣總是嘴上嫌太膩，卻每次都把最後一塊留給他。而白鹿每當看見他累得靠着椅子閉眼，總會悄悄把自己的保溫杯遞過去，不說話，只是彎一下眼睛。默契不是靠演出來的，是靠心貼心嘗出來的。隨着拍攝日漸走向尾聲，空氣中悄悄彌漫着一種複雜的情緒，既是對作品完成的期待，又是對這段相伴日子的留戀，更是對彼此未來不確定的隱隱憂慮。有一天，劇組準備拍最後一場夜戲，氣溫不低，但白鹿站在原地時，卻不由自主地抱住自己。王鶴棣看見他發抖，立刻走過去，
把自己的保暖外套披在他肩上。白露小聲說：“不是說好要保持距離嗎？”双引號。王鶴棣卻反問：“那你冷的時候，我不能靠近嗎？”雙引號。一句簡單的話，卻像一根輕輕撥動心弦的指尖。白露愣了一下，鼻尖微酸。這一晚，他們演完最後的戲份，導演喊收工的那一刻，全劇組歡呼起來。燈光下，他們站在人群中，卻默契的沒有立即走向彼此。可就是那樣遠遠相望的一眼，就足以讓他們明白，再這樣藏下去，連呼吸都會變得艱難。收工後，王鶴棣突然握住他的手，白露被突如其來的觸碰嚇了一下，想要抽回，卻被他更用力地扣住。跟我來。他的聲音不高，卻帶着不容拒絕的堅定。他帶他走上劇組樓頂，天台不大，卻視野極好，微風輕吹，城市的燈光鋪展開來，像夜色送給他們的禮物。白露有些緊張：“你怎麼突然帶我來這裡？”雙引號。王鶴棣深深看他一眼，那目光溫柔的像要把他整個人融化。因為我有話必須現在說。他停頓了一下，像在整理情緒，也像在尋找最溫柔的方式。露露，我不想再躲了。他的聲音不像平時那樣調皮，而是前所未有的認真。從第一天見到你開始，我就知道你會走進我心裡，但我沒想到你會走得這麼深，這麼快。雙引號。白露睜大眼，心跳像被輕輕推了一把。王鶴棣繼續說：“如果喜歡你是麻煩，那我願意惹遍所有麻煩；如果喜歡你會讓人誤會，那我也願意承受所有誤會。因為……”他輕輕握住他的手，把他拉近一步。“因為我比任何時候都確定，我想和你在一起。”雙引號。這一刻，風停了，夜空像屏住了呼吸。白露的眼睛一下子濕了，她抿着唇，努力忍住顫抖。“可是，我們會有很多壓力。”她說得很輕，像在害怕破壞這份美好。王鶴棣點頭：“我知道。”雙引號。“我們可能會被誤解，被放大，被攻擊。”雙引號。他再次點頭：“我都知道。”雙引號。“那你為什麼還……”話還沒說完，王鶴棣忽然伸手輕輕擦去他眼角溢出的淚滴。“因為喜歡你，比所有害怕都大。”雙引號。這句話徹底擊中了他。白露猛地撲進他的懷裡，像終於找到安全的港灣。王鶴棣緊緊抱住他，用力到仿佛怕一鬆手就再也抓不住。在星光下，兩顆心靠得那麼近，像在彼此胸口輕輕發光。從那天起，他們的關係變得更加篤定。雖仍不能公開，但他們再也不把那份情感藏得小心翼翼。王鶴棣看見他累了，會自然地遞上水。白露看到他曬傷，會悄悄給他噴防曬噴霧。走在走廊裡時，他們會在無人的角落輕輕牽一下手，再默契地放開。他們把愛藏在同一杯奶茶的封口邊緣，同一句不經意的玩笑裡，同一次拍戲空隙的並肩坐下裡，同一個眼神停留的半秒鐘裡。外界猜測不斷，粉絲剪輯的第錄名場面越轉越火，每一個眼神，每一次對視都被無限放大。可只有他們知道，那些被放大的瞬間其實一點也不誇張，因為真實比鏡頭捕捉到的更加悄然甜蜜。尾聲，真正值得相信的不是傳聞，而是他們的溫柔。有人說娛樂圈的愛情太脆弱，經不起風浪，也有人說藝人之間太難真的相愛，因為名利、曝光、風險太多。但若真心落在對的人身上，所有的複雜都會變得簡單。白露與王鶴棣之間的故事，也許永遠不會被正式承認，也許永遠停留在曖昧猜測糖點裡。可那些目光裡藏不住的溫柔，那些壓不住的默契，
那些越避開越明顯的靠近，足以讓人相信，愛確實在他們之間悄悄生長過。它不是轟轟烈烈的宣告，也不是張揚的表白，而是在喧囂世界裡，我看向你的那一眼，永遠比看向任何人都柔軟。